如果你是手握法锤，一辈子把公平二字刻在骨子里的法官，突然发现肇事逃逸的是自己的儿子，你会怎么选？秦玉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站在这样的悬崖边，他是别人眼里铁面无私的代名词。今天刚把韩奎龙送进监狱，自己的儿子秦一维就把韩奎龙的儿子给撞了，最关键的是他还跑了，他太清楚韩奎龙的狠了，这事儿要是露出去，一维在外面都可能被报复，更别说韩奎龙在监狱里的势力，一维在里面绝对活不过3天。只是他此刻已经来到了警局，搭档唐轩正等着他，他只能硬着头皮扯谎，车被偷了。唐轩也从没怀疑过这位正义标杆的法官。自从韩奎龙入狱之后，旧城帮的戚长荣就蠢蠢欲动，但他没有想到韩奎龙的儿子韩刚比韩奎龙更狠。这次这件事被撞的是韩刚，背后谁最有动机，大家一目了然。秦玉也没想到这件事已经祸水东引，他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他们二人又闲聊了几句，秦玉就离开了警局。只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一再叮嘱一维离开警局，却没想到一维竟然没听他的话。刚才引擎突然熄火，然后警察说我挡住了前面的车，引擎又没反应，他就把我的车停在这里了。他说我没贴实习标志，然后登记了车牌。秦玉现在恨不得一拳倒死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儿子。车子一旦被登记，再想毁灭证据就是天方夜谭。慌乱中他竟生出了铤而走险的念头，或许老天爷真的在指引他走向犯罪的道路。登记民警居然把登记簿随手放在了一边，秦玉的心中大喜，这简直就是天助我也。回到家，他逼着一维背下自己编好的完美证词，每个细节都抠到极致，毕竟他是法官，太懂得怎么钻流程的空子。随后他开着那辆麻烦的车去了郊外，把一维撞人时穿的衣服和带血的鞋子在火里烧成灰。随后他又来到旧城街，找到了老同学阿威，希望他能帮忙把车子给处理掉。阿威当年是个警察，因为被人栽赃差点入狱，最后还是秦玉帮他主持了公道，所以阿威一家都很感激秦玉。车是谁的？因为有些事我不方便出面，所以再找你帮忙。我会帮你处理好。而阿威也找来了外甥阿宝处理车子，只是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车子牵扯的事情。做完这一切，秦玉就回到了家，而一维也在家里等他。爸爸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我会承担后果。快去睡吧，睡醒明天就没事了。秦玉的妻子已经不在了，一维是他唯一活下去的希望。只是他真的能为了亲情而背叛心中的信念吗？他可是一个正义的法官。如果一维撞的不是韩奎龙的儿子，或许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本来秦玉以为处理掉车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却没想到阿宝在处理车子的时候，偏偏撞上戚长荣和韩奎龙手下火拼，还因为没有证件被警察以无证驾驶加偷车被抓了。第二天，阿威就急忙找到了秦玉询问情况，同时阿威也知道了那辆车就是秦玉的，所以他一连串的问了秦玉好几个为什么。你为什么要把车拆了？为什么那辆车是尸车？阿威呀，你别再不停的问我问题了。阿威想的是尽快把阿宝给保释出来，秦玉就让徒弟小周去给阿宝当辩护律师，因为小周单纯不会多想，也能尽快把事情压下去。同时也因为车子是秦玉的，警署也很快打来电话让秦玉把车子开回去。我们找到车的时候，车头灯和车门是有损坏的，如果报失之前没有损坏就要写下来。报失之前没有。为了不留下痕迹，秦玉说谎话都不带脸红的。不过避免节外生枝，他还是很快就把车子给开走了。不过他刚走没多久，警员就从肇事的摩托车上提取到了一些不属于摩托车的油漆，经过分析确定是日本车。你说的是日本车，再加上有碰撞痕迹，还有现场找到了车头灯碎片。是的，没的。唐玄忽然想到，秦玉的就是日本车，而且案发时他的车刚好被偷了，这巧合也太扎眼了吧。